今天终于上我奶奶去了。我奶过年的时候半夜老饿，给那假牙骨头坏了，那新牙可能是拿肘子骨头定做的，等了1个多月。从大年初一到昨天晚上，我奶一直在家吃面条喝泡面粥。今天这牙刚进屋，我爷就赶紧给我打个电话，他说赶紧来吧，你奶这2天批评我都没有上个月有劲儿了。那没劲儿，1个多月没吃肉，肯定没劲儿啊！我给酱大骨棒，还给做了一盘糖醋排骨。但我怕他这一下吃肉吃猛了，我就给配个素菜，就做了一盘腰花。我奶呀，这1个多月1口肘子没吃着，今天给他来一碗肘子烩饭，再来一锅肘子包子。但好巧不巧的，我包的时候正是下午3点多，我他妈手欠，我看了一眼我的股票，我看完就麻了，当时手都颤抖了，给我嘚瑟的包褶都掐不上了。给我奶炖的花椒鸡汤，本来寻给他补一补，但现在来看，我应该是比他更需要补了。完炒几个青菜，寻多放点肉，能不能给那绿挡上？然后这都要走了，我弟非给手机摁开。哎，我现在满脑里想的都是我爱吃鸡排，你爱吃鸡排吗？给我整贼刺挠，到底炸俩鸡排吃完再出门。来吧，这样了，花鸡好切，煎肠、肘饭、糖排、火腰。酱骨、肘包、炸小、涮肉。完今天还给我奶准备点小节目，虽然没有随礼的，但仪式感得有。但我奶说行了，可别敲了，再这么敲，全楼老太太都知道我1个月没吃肉了，这事传出去没啥面子。来，你喝过可乐吗？从来没喝。你尝尝呢？辣，不快乐吗？我别说快乐，你不要真快乐，你就说快乐。我奶今天让我爷让早市买几个老式的小面包，但现在哈尔滨下大雪呢，我爷就说这天人家不能出摊儿。我奶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呀，你不去看看你怎么知道呢？完了，老头就找了1个多小时，顶着一身鹅毛回来了，说那鱼真没来。我奶说你看没看见，就你给我降了2分钟，人都收摊了，你明天你心里有点数，你早点起来去吧。今天又给我奶炖个大肘子，前2天不包的肘子包子吗？但我奶说今天想让肘子纯粹一点，还做了3丝爆豆，95的油都要涨到9块了，要不是为了捞我爷，我真舍不得使这么多油。还给我奶做了一个蜜汁口肋排，这排骨给我奶吃高兴了。我奶说你这个菜啊，属于是麻雀吃了牛屁股啊，确实牛皮。我奶最近血糖比较稳定，这烤牛奶、奶酪棒、芝士条，隔2天就来一顿，还做了把子肉。我是第1次做这个菜，我决定以后有它就不吃扒肉了，真的特别香。完我跟我奶说，这玩意儿好像跟刘关张拜把子有点关系。我奶叹了口气，自己在那捣鼓，哎呀，生不逢时啊。来吧，香香的三豆、广汤、汤肘、烤奶、蜜排、虾花。牛竹啊，老包把肉。我奶现在热衷于跟老同事分享每天的菜谱，只要我来，每天晚上8点半电视剧都不看了，非得给那个老同事打电话讲讲他今天都吃了啥。这老同事也挺有意思，总喊他来吃饭，那可能不太好意思，一直也没来，天天就在家跟老伴煮饺子，完了没事听我奶给他讲肘子。他原话在哈尔滨你是属于最有福的，在全国你也数着着。那你看人全国能有，主要是全国没有几个80多岁像你嘴这么壮的。对呀，对呀。我奶呀87了，从来没吃过蛋堡。完了，他还洗命，他觉得外面那种小摊的肉不好。我干脆买个机器，我说咱回家自己做。但我也没做过这玩意儿啊。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我的夜市上吃的这些师傅。做的不行，后来终于让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前女友在夜市吃腰子从来不加糖，你说这个这气不气人？完我研究了一下，这玩意儿就3步：把鸡蛋整熟，把肉馅整熟，把糊倒进去，给他们都整熟，勤刷点油，把那皮儿烤脆了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刷多多的酱，再撒上孜然和芝麻，你就吃去吧。你这边在那吃，那边枪毙你2大爷，你都不心疼。我爷我奶一人空口吃俩，完我奶让我再烙一锅，明天早上吃。但没肉馅了，我说我下楼买点。我奶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，说没有就别往外折腾了。奶这正好有一盘肘子，你看能不能凑合凑合？这肘子放的确实比肉馅香，一共就烤仨，出锅就让我奶锁保险柜了。完我把他家剩的米饭做成烤饭团了，弟说这个热量爆炸呀，这得运动运动再吃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我这个蛋堡的成本大概是1.5块，要是夏天能出夜市的话，我打算咬咬牙狠心卖3块。完临走之前给我爷我奶明天饭也安排出来了，早晨喝粥吃土豆丝煎蛋，中午喝粥吃红豆饼和韭菜盒子，晚上喝粥吃他那肘子蛋堡和玉米烙。我奶说你不行，你买俩花卷上来吧，你爷不能一天光喝粥啊，那也吃不饱啊。哎呦我操！
我奶自从吃上了炒酸奶和蛋堡之后，就对这种没吃过的东西非常有兴趣。今天告诉不用炒菜了，再整点这样的小零食尝尝鲜儿。但是这2天对蛋堡念念不忘，做了一大锅。我奶现在早餐就是2蛋堡加1碗泡面粥，完还配了一个章鱼小丸子的盘。今天先浅做一下，给我奶尝着原味的。等过2天再给我奶来个肘子小丸子，还给我奶来了几个炸蛋，重点是给他配了一碗肘子老汤，这给我奶香的呀，3人扶着吃还吵着迷糊呢。还给我奶做了一个漏奶滑，这里边有炼乳、黄油、牛奶，贼香。最主要是切开这一下，我感觉特别爽。然后我就飘了，我寻做几个甜点。哈尔滨烘焙废物名不虚传啊，一个草莓瑞士卷，一个冰山熔岩巧克力，这卖相都不如条好狗啃的。但是反转来了，我烤出来一个堪称祖坟冒青烟的半熟芝士。我当然都想给自己磕一个了，我从来没烤过这么板着的半熟芝士。正当我准备给它拿出来好好照照相的时候，我俏流啊反转又来了。我去，不动了都。完了。咋了？这是的。我当时心梗都犯了，要不是我弟想起来120多少号，我现在就在医院了。完，今天还给我奶买了几个大网红，我奶刚开始还不愿意吃呢，说这干巴水果有啥吃的呀？后来吃一块就上头了，恨不得一边打胰岛素一边吃。这玩意儿也没有刚开。今天在家人均48，居然实现了蟹黄面自由。这玩意儿在饭店吃都挺贵，所以我昨天在家琢磨怎么能把成本降下来。我买了300只1元蟹，它就1块钱硬币这么大，但是黄都很满。刚好我有2个脑子不太灵光的朋友，正适合干这事儿。我们今天要在家把这300只螃蟹扒了，看看到底能出多少黄。但这螃蟹小也是真小，蒸的时候放点葱姜，那纯是为了走流程。这螃蟹肉少，一个蟹腿只能取出这么点肉来，然后身子小，黄也不到我抠。我先拿筷子抠一遍，然后我弟弟拿镊子筛一遍，还有后盖那点黄，平时吃螃蟹都不啃，今天全给抠出来了。这黄给我抠的眼珠焦黄，瞅啥都是橘色的。这过程就跟开高速似的，就是不累但腻歪。就后来都唠叨我四姨夫30年前炸大果的事儿了，就真没话了。我都想把这段经历写简历里了，这可能是我头30年参与的最大的项目。扒了5个半小时的时候，大概完成了3/4。但这会儿眼珠都冒金星了，我说吃口饭吧。泡了几个海底捞的自助，看这俩没头脑在这藏心眼子，这都带着浅吃呢，生怕那会儿蟹黄面吃少了亏了。后来300只螃蟹扒完了，黄、肉、壳都在这儿了。我上了上秤，蟹黄大概是750克，蟹肉是300多克，一共就2斤多呗。等我炒蟹黄的时候，我压力老大了，就这味儿要差了一点，我仨今天指定是崩溃了。但是当我把蟹黄浇到面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爽了。从扒螃蟹开始到吃上这碗面，一共是用了9个小时。但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这面条格外的香，主要这黄也是真多呀。我头一次在吃面条不咸的情况下卤上这么多。完我算了算账，买螃蟹花296，蟹黄给我奶送了一半，相当于人均50块钱呗。反正说句心里话啊，但凡兜宽着点的，我估计都干不出这事儿来。